说到本溪，作为一名外地游客，曾经的印象是它因为空气污染直接消失在了卫星云图上。但今天，当你踏出火车的第一步，就能立刻感受到这里空气的清新通透。本溪如何以安凤铁路上的一个小站拉开100年煤铁工业的大幕，又在告别曾经的辉煌之后，以自然奇观闻名？这一切的线索似乎都在这里地貌多样、矿产丰富的天然禀赋之中。本溪城东28公里处的水洞是目前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你能看到的是大自然累积了40-50万年的鬼斧神工。走过300米的旱洞，就要在地下暗河码头上船，船下的河水平均深度1.5米，终年不竭，清澈见底。半个小时的航程中，眼前不断有规模宏大、形态各异的石柱、石笋和钟乳石出现。这些自然奇观拥有的名字，都在呼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象：芙蓉峡、古刹金钟、剑门行舟、宝莲神灯、玉象戏水，让人过目不忘。从太古代到新生代，多样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壳运动，不光带给了本溪令人惊叹的高纬度喀斯特地貌，另一样矿藏资源更是在100多年前突然把这座城市推上了现代工业轨道。今天的本溪湖火车站只是个不再有旅客乘降的3等站，然而90岁的老站房似乎在暗示，这里曾经有过喧嚣繁忙、非同一般的过往。早在辽代，辽东山区就有采收铁矿的记录，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重要的铁矿石产地。进入20世纪，又为了争抢东北和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累积了太多新仇旧恨的日本和俄罗斯在辽东大打出手。随着抢修铁路、运送军需物资而来的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以地质调查之名行资源掠夺之实，盯上了本溪湖的煤矿和南汾的铁矿。日本军队赶走俄国人之后，迅速强占了煤矿，但只有本溪湖显然无法满足大仓的贪欲，铁矿更是他志在必得的下一步。摆在大仓面前最大的障碍，恰恰代表着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虽然大仓后来不情愿地拉清政府合办煤矿公司，但对于铁矿，清朝一度以再行斟酌婉拒，却又在覆灭前夕面对南方的反抗形势和财政极度匮乏松了口。煤铁公司的1号高炉最终在1915年完成砖砌并点火干燥，这是东北洋式高炉的鼻祖，配套工程也在年底全部完工。自此，本溪拥有了第一条完整的现代生铁生产线。整条产线的设备完全从英、美、德等国引进，甚至有些连当时日本福冈的8番制铁所都没有，堪称亚洲首屈一指。然而，这些先进的制程和中国的产业发展几乎没有关系。本溪湖站作为资源转运的重要节点，从这里装车的煤铁经安东过鸭绿江，进入日本殖民下的朝鲜半岛铁路，到了釜山再海运到日本，供8番制铁所、吴氏海军兵工厂和大阪炮兵厂使用，达成用中国资源来支撑日本军力的目的。1941年，随着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焦灼的战事令侵略者的资源掠夺陷入癫狂状态。日伪政府通过诱骗、抓捕等各种手段抢夺了大批劳动力，那些强征的劳工在这里被迫承担非人的苦役，后来更是经历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矿难。1942年4月，伪满洲国治下的本溪湖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日本矿主为了保存煤矿资源和井下设备，完全不顾中国劳工生命安危，决定停止向井下送风，甚至封堵井口灭火。4个小时之内就有1549人窒息死亡。下令封井保煤的矿长金泉耕吉，后来仅仅受到扣除1/10年薪的处分。1948年10月31日，当人民军队来到这里时，眼前的高炉里被日本人灌满了凝固的铁水。
8月风暴行动里进入东北的苏联军队也把所有能拉走的设备洗劫一空。本溪湖站面前的铁路只剩下了一条轨道。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1号高炉炉膛内80多吨凝铁只能靠工人们用凿岩机来清除。不过，最终回到真正主人手中的煤铁公司迅速恢复了顽强的生命力。不少新中国首批国产机械设备，包括枪械、大炮、解放牌汽车、汽轮发电机、返回式卫星、运载火箭，均采用了这里生产的材料。后来从煤铁公司发展而来的一铁厂，甚至承担了全国1半的球磨铸铁生产任务。1980年代，本溪拥有了130多家重点厂矿，工人们引以为豪。只要工厂点火冒烟，就是生产兴旺的标志。然而与此同时，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肆意破坏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气污染。那时的本溪1个月只有2到3天能见度可以达到10千米。要生产效益，还是要生命健康，这是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最重要的取舍发生在2008年12月17日，在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工业设施的关停仪式后，本钢一铁厂94年的苦难、光荣与梦想彻底画上了句号。如今尘烟迷雾散去的本溪，除了溶洞、枫叶、温泉和溪谷，还有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一家书店可能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缩影。东明路旁一栋不起眼的筒子楼里，一处透出暖光的木门，推开之后别有洞天。眼前的书架上摆满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张广天、金特等人的作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书店老板大潘所学的专业是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冶金工程。2016年，大潘辞去父辈始终念念不忘的钢厂工作，从沈阳回到了本溪。先是咖啡店，再来就是一直想要完成的心愿，开一家书店。走进门洞里，一铁厂、儿童乐园、联营公司大楼主题的明信片印章，以及旧本溪站、水塔、枫叶形象的冰箱贴在眼前跃动，毫无疑问会勾起许多本溪人的珍贵回忆。对外地游客来说，除了留下视觉印象，门洞里更提供了用味觉感受本溪的机会。野山丽这个伴随许多本溪人童年的汽水品牌，也成为调制限定饮品的灵感。虽然节假日徜徉在这里的读者不少是外地游客，但更多的还是返乡休假的本溪人和附近居民。生活中的桃花源、避难所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本溪就像长城内外那些大大小小拥有无数离乡在外游子的城市一样，虽然不少人都在距离少则几十公里，多则上万公里的异乡求学、工作、生活，但总会在某个时刻回到这里探亲、办事、休整。就像你我的家乡一样，永远等待着游子的归来，在默默发生巨变的同时，又留给了生长于斯的人们绵长的牵挂。